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维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川习会倒数计时，我们来看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谓韩国媒体现在已经讲了，可能川习会会选在釜山的金海机场举行。这个地方呢，现在移动的路线维安的这个相关的环节，看起来已经正在布置当中了。川普说，川习会会有很好的效果，会对所有人都好。而现在各个媒体都在揣测两个人会谈什么，包括《华尔街日报》说，美国会降低芬太尼的关税。那当然，先决条件是中国大陆要对芬太尼的管制这边答应美国的某一些状况跟限制，以及中国大陆可能也会恢复购买大豆那知情人士是这么说的：美方将下调10%的关税换取中国加强管制这些芬太尼出口以及各种包括买大豆这一些细节。另外，双方的船只港口费也将减少。那么看起来美中谈得不错，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做的话，那会缓和，全世界可能也会鼓掌，或者是大部分的人也会希望往这个方向走。CNN 就讲了，不管结果如何，因为还没发生嘛，现在大家只是预测。不过这个对习近平来说都是胜利。这个 CNN 是这样评断的，他说这场历史性的川习会会是展示北京长期追求的目标，就是中国在全球的舞台上面跟美国平起平坐，大国嘛，两个人平起平坐，在东方跟西方两个升起的太阳，对中国而言都是一场胜利。而纽约时报就说，那未来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就是回到贸易战前。那中间的这些过程，这些混乱造成的损失，到底算谁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包括台湾人非常熟悉的辉达的黄仁勋他就说他也要飞过去他也要去 APEC 出席企业领袖峰会。黄仁勋说是川普叫我去的。不过我们来看看呢，辉达现在有一个超级晶片，大家知道是 GB200那当然现在是这个辉达最先进的 AI 晶片。之前川普还说这个技术超级厉害领先全球约10年，是美国的骄傲。那未来呢，这个超级晶片呢这个会卖给中国大陆吗？那韩国行是不是也会见习近平呢？记者问了黄仁勋，黄仁勋卖个关子，他说等我到了那里，你们就会知道。而黄仁勋也说，川普很棒啦，非常努力让美国再度伟大而且呢，希望美国技术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其实黄仁勋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一样的方向，一样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黄仁勋不断的示警说，不要脱钩，不要脱钩，以免 AI 战变成自伤局，这个是他很担心的事情不过呢，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还有一个武器，就是前一阵子我们不断的谈到的稀土韩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他说这个晶片关键气体价格飙涨90%，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6氟化物的价格这也是一种很关键的一个包括是稀有的一个气体。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比较大，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比较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数据，这是美国关税川普不断讲说我们赚了好多钱全世界的关税我们都增加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把的钞票都进来了。可是高盛分析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关税是谁贡献的？美国企业美国企业贡献了51%，那美国消费者呢，他们负担了37%外国出口商大概是9%，另外有3%是一个比较敢跳的一些人把它避税那所以我们看到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恐怕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中国大陆有一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叫进博会，即将在上海登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就宣布说，美国企业的参展面积连续7年都是最大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参展的一些布置嘛所以看起来美国企业还是希望进军中国大陆，对中
中国的经济还是有信心的。而另外呢，美国人对中国到底现在是敌意比较多还是善意比较多？到底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友好互动呢？这是最新的民调，53%的民众认为美国跟中国应该展开友善的合作跟互动，比起去年来说增加了13%，去年只有40%，觉得说要跟中国好所以你看到世界在改变，人们的想法也在改变。来，请教老师。事态越来越明朗了啊，因为大陆的官方也正式宣布啊，就是明天啊，在釜山两国的领导人会会面，确定在釜山的。那究竟是在机场内的这个贵宾楼，还是是上午还是下午？那这个还没有明确的说，但是韩国的媒体认为是上午啊。那双方还没有正式的宣布，因为美国也没有说是上午还是下午。但是韩国媒体说应该是在上午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明天这一定是重头戏。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以川普目前来说的话，你看前一段时间，台湾的议题不是又吵起来了吗？本来24号川普要到亚洲来之前，先把台湾议题主动的放出来，但是接着26号的时候，韩国的外长突然间不能够去北京了，那这个引起了中欧之间，尤其欧洲还有德国政坛的大震动。那对川普来讲，这也是一种警讯。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德国的外长他在还没有去北京之前，又谈台湾的问题然后又说我是主张一个中国政策的，但是我跟台湾怎么来往，把台湾抬什么地位，那是我自己的事。中国大陆就是没这回事不可以是这样子那你看后来这一位外长北京就去不了，那他们自己这个自圆其说，哎呀，他见不到他想要见的人，那难道他王毅都见不到吗？那一个外长如果到北京连王毅都见不到的话，那不是很滑稽的事情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陆基本上就冷淡了以后，对川普来讲的话，他想见习近平，那如果说他在搞台湾议题，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接着你看昨天突然间《卫报》跟《华尔街日报》突然间把台湾的问题又吵起来了，可是今天川普马上就破解了，他说我没有要谈台湾问题他说如果他要谈的话，我想也没什么也不会没有什么好谈，台湾就是台湾嘛，他说台湾就是台湾，他就这样讲了嘛。但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不打台湾牌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为什么《卫报》《华尔街日报》突然间炒这个议题，但是这个议题一下就不见了？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目前看起来的初步的这个框架，好像是在朝缓和两国贸易战的方向走。有人不想，有人不喜欢。那不管是台湾台独的不喜欢买下《卫报》或者是《华尔街日报》丢这个新闻，还是白宫有一些人他们想要破坏丢这个新闻，我们不得而知了。这个要问赖清德们了或是问林佳龙，我都不知道。但是前提是川普主动的把这个议题把它破解掉，就是说我们不谈台湾问题，那就代表什么？台湾牌不能打，台湾议题不能谈，那就我们规规矩矩的谈贸易的问题，这就是大陆的基本态度。好，那一旦要谈到这个基本话题的时候，您还记不记得之前贝森特一直很高调的说，我们美国人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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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您看到现在所公布的几乎都是李成钢在谈完之后，跟国际媒体所宣布的中国所关注的话题，例如说芬太尼的关税问题，现在传出来说芬太尼的关税可能要下降例如说这个有关于科技的问题，黄仁勋说我是这个川普邀请我去的，那他说中国的这个 AI 的市场不能少那问题是中国已经告诉你说我不会买这个不先进、不环保然后那个不好的这个 AI 晶片，所以我要买的就是最好的 AI 晶片。那如果你黄仁勋都可以把 AI 是目前美国全力在发展的一个重点的行业，如果黄仁勋都可以把这么高科技的 AI 卖给中国大陆的话，那请问这个鲁特尼特之前所搞出来的那3000多项的产品的限制管制，那都没有意义咯。那换言之，也就是会不会美国打算把这一些科技的管制限制偷偷的不吭声的就把它放掉了，来换稀土本身的一些不把美国列为国家安全的威胁，然后
每个月按照美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就满足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双方谈的就越来越好了。如果是如此的话，我想 CNN 的分析就很正确了。CNN 的分析就是说，你川普从2月上来，搞了这么一趟，折腾了这么一趟，结果就回到原点。对，那谁是最大的赢家？中国大陆最大的赢家。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向世界证明了，只有他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且只有他能够把美国压下来。因为美国川普所到之处，到欧洲27个国家痛宰6000亿美元，这次到日本宰得更凶嘛。5500亿美元路线图都出来了，对，你要跟我做的什么东西都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一次坦白说 CNN 的分析就认为他的结论就是大陆赢了，川普输了，白折腾一趟。如果说又回到起点，然后白折腾一趟，那就是何苦来哉嘞？对，请教彬哥。其实这是有意义的啊，因为美国本来不认为中国大陆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他认为他可以碾压中国大陆，结果他花了这个大半年的时间，终于证明了他碾压不了，他还是必须要跟中国大陆面对面的谈判，所以这是有意义的。这也就是民调为什么从去年的40%升到53%的原因。也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真的把中国大陆当成是一个对手。也就是过去可能到去年，多数美国人还是认为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对啊，所以要打就来打，怕什么？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体认到这一点。但是问题是，夹在中间的台湾，我们有没有体认到这一点？我们对讯息的掌握到底如何？因为我们的国安局长蔡明彥才在跟媒体讲说，这次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然后现在川普直接告诉你，我们不会谈啊，干嘛谈台湾问题？那不是很奇怪？那到底是我们掌握了讯息错误，还是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甚至是他们其实已经谈了？也就是不用再留到川习会再来谈，他们前面已经讲好，然后就接下来很多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东西，可能就开始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要详细去观察。那假设真的如《华尔街日报》所说的，双方的条件是这样的话，这无疑是中国大陆胜利。基本上就是这样。那美国显然没有达成他想要的一个效果，特别是川普还把黄仁勋叫去韩国了。然后人家还问他说：“你会不会跟习近平见面？”他说：“你到时候就知道。”还卖个关子。对，所以我觉得他见习近平的机会是很高的，我觉得是很高的。那川普为什么要叫黄仁勋去？我个人认为，美国在晶片上面可能会更开放一点。因为很简单嘛，之前他们以为说我就丢给你刺激晶片，你爱用不用，就中国大陆真的就不用拒买。对，那美国自己也知道，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你开放等于没开放，然后呢，你等于让中国大陆自己变成一个被保护的市场，没有外国晶片跟它竞争，反而让中国大陆可以加大力道去提升它的晶片，对美国不见得有利。所以我觉得他叫黄仁勋去，可能他晶片会，当然不会到最先进的晶片。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提升更高一级的晶片给中国大陆，就是要让中国大陆买单。所以黄仁勋才在讲啊，要让美国的技术进入中国大陆，这样子才能够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当然，这看起来好像是他在说服川普的跟美国人民的语言，可是这也是事实。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就是让中国大陆在他自我保护下快速的提升，这对美国也未必有利。那导致这个关税的问题，现在高盛已经很明白了，美系51%。消费者37%，对，然后真正的这些就是原生产的厂商大概只占9%不到，那表示绝大多数的关税是美国人在买单的。那请问一下，川普这样保护在干什么？好，如果你这样让多数美国人买单，我们勒紧裤带1年半载之后，美国的制造业真的起来了，那是有价值的，有代价可以付出的代价。可是可能吗？我估计再过10年，美国制造业都不会起来。那所以，川普这个关税战到底有什么意义？再过10年嘛，可能川普不会同意哦。来，请教将军。我倒是认为说是这次川普主动把黄仁勋叫到这个庆州去，这个然后让这个NVIDIA 的这种 GB200的晶片可以卖给中国，这几率是很大的哦。我先介绍一下，我先介绍这款 GP。这个晶片叫 Blackwell 晶片哈，它目前来讲哈，这个是最先进的晶片，那只有台积电能够做得出来哈。它小小一颗晶片上面来讲的话，上面的电晶体就2000亿个，
我们一般的晶片大概顶多了不起啊，所以说是2奈米、3奈米，了不起也不过是400-500亿个，它到2000亿个，所以它的效能是多少？它的效能是 H100，不是 H20 啊 ，H20中国说不要哦，H100的30倍的运算效能，所以而且是上兆级的参数哈，对大型语言的模式可以来做运行的 AI 哈，所以是非常先进一个晶片。那目前来讲哈，这款晶片在全世界已经收到的订单已经达到5000亿美金哈，所以我相信中国来讲一定也是希望说我能够买到就买到。当然，这是第一个理由，中国希望买。第二个来讲，我认为说是，那你看看黄仁勋讲这些话，是不是代表有很重的意味？他说中国的技术要进入美国的技术要进入中国这是黄仁勋所讲的话。他指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要卖到中国大陆？说卖到中国大陆这么贵的一个晶片，这么好的一个晶片，那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买得起、用得到这么高阶的晶片？那应该就是中国的各大企业能够有机会能够大量采购。但我们之前看到中国来讲，他不要 H20他美国就算要卖给他，他不要，他说那个是这个反歧视这个是反倾销因为中国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出来，所以 H20他不要，他是不是要的？中国要的就是这款这个GB200的这款晶片，可能性是非常高。当然，就黄仁勋的立场来看的话，他现在也非常着急，因为他 H20卖不出去如果说他不推出更高阶的，卖出一个就是客户喜欢需要的晶片，你不能卖客户说，客户不用，我用不到这个东西，你要卖给人家，人家当然不买啊。但我要的东西，你要不要卖给人家？我觉得以川普那种交易性格很可能就会答应了。当然，我们再看这个。台湾问题会不会填入到这个川习会上面？我最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们最近每天我们这个国会里面在吵，为什么我们 F-16V 战机到现在已经这个 delay 那么久了，连一架都没有来。可是如果你去看美国它对其他国家的军售没有这个情形它不管是今天我们还看到这个川普到日本去，他很得意跟这个高市早苗说，我可以卖给你这个 F-35的。这个空导弹甚至跟他签了更大的订单。那为什么可以跟日本卖 F-35战机，可以卖给韩国这种战机，可以卖给其他国家？反而我们台湾 F-16V 毕竟只是最多算4代半的战机，那为什么隔那么久生产不出来？我们合理的怀疑是不是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军售方面来讲，美国已经停下脚步了。包括对这个赖清德他要过境美国来讲，我们也看到用技术性的干扰，不让你赖清德都过境美国嘛。那在军售方面，他是不是也有这种技术性的就是 delay？ 虽然我们付了钱，他说不给就是不给。那会不会是迎合这个习近平中国的要求？所以说在军售方面，可能这个东西我可能是个人猜测了。但是最近来讲，我们不得不怀疑为什么一个这个飞机也不是说是很先进，数量也不是很多，66架，以美国这么大一个这个军工产能来讲的话，怎么隔那么久会生产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要小心，尤其是这段时间以川普交易的性格，那不管是我们台湾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科技的问题，那现在很明显看出来。中国很多东西是回到解放前了嘛，一切回到解放前，不管是这个买黄豆或者是稀土管制，也愿意这个就是缓1年再开始开征稀土，那等于说很多门都已经大开。但是我相信中国让出这些，一定美国也要很多回馈，尤其是说李成钢在吉隆坡会谈的时候，他出来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双方会谈，他讲了一句话，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深究。李刚刚讲什么呢？他说美方态度很强硬，但是我方态度很坚持。那最后两个人居然一个强硬一个坚持，居然可以谈出一个结果。我相信中间到底有什么这个交换的条件，我觉得值得我们台湾注意了。对，没有错，尤其是这个 F-16V 这件事情，的确太奇怪了。我们已经付钱付完了这么久，66架。一架都不给，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要去追下去。不过我们来看看川普在韩国、在日本这个亚洲型的各种方面的表现秀出他的一个人格特质以及他的外交政策。我们看到呢，他把手搭在高市早苗的肩上，说：“我跟高市已经建立了美好的友谊。”批准了对日 F-35战机使用的飞弹交付，而且补充最快在1周内完成。这我们看了就很不高兴啊！我们 F-16V 刚刚将军讲了很多次，我们钱都付了，不给我们，给日本 F-35这么先进的飞机，而且1周之内耶。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美国跟日本的友情真的有这么好吗？恐怕很多人都想说，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这件事情，难道你都忘了吗？我们来听听看川普怎么说。Japan has been with us all the way, and it's amazing that we had a little conflict with Japan. You may have heard about it, and that after such a horrible thing, yet the two nations are the closest friends and 好，没事，都过去了哦。我们看到呢，这个在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大概有5万人哦。当然，川普要去慰劳他们。我们看到在横须贺港这里这个基地啊，好多年轻的美军，男男女女哦，当然热烈欢迎。川普也在他们面前跳起了舞，你看他的招牌舞蹈动作，每次都是整的一招哦。然后戴那个帽子，上面写 USA。那当然，川普志得意满。可是别忘了，这些美军他们的薪饷都还没有拿到呢，因为美国政府停摆的关系，所以非常的讽刺啊。另外呢，高市为了要讨好川普，他做了什么？日本米是他们的骄傲，可是高市这个午宴里头呢，改吃美国米，向川普秀投资 No.1 的地图。不仅在菜单上呢换上了美国米，另外呢，他说你看看，我们有9大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啊、分布啊、金额啊，通通都告诉了川普。包括你看到软银、西屋电器、东芝能源、AI 基础设施各种的领域啊，日本都说我们会方方面面的投资。跟日本企业的晚宴呢，丰田对美投资100亿元，川普很高兴，立刻宣布说，川普很高兴说，丰田在我们全美各地设立汽车工厂，大家赶快去买 Toyota。所以你看到呢，这就是一场赤裸裸，其实就是生意上面的一个交易。而另外包括川习会前夕，美日握手稀土核能合作，意在削弱中国供应链主导的地位。他们签署了文件，双方说我们要确保从汽车到战机广泛用途的稀土供应链的稳定，并且推动下一个世代的核反应炉的合作，这是他们签订的一项合约。而另外，王毅也说了，习近平也会跟高市早苗会晤，双方会谈什么呢？在 APEC 上面，我们看到各大巨头都来了。而另外，韩国今天我们看到川普的行程在韩国，他一落地，我们就看到首尔祭出最高敬意的21响礼炮，并且呢全面的动员假号令，严阵以待。那当然这些维安的工作要做到滴水不漏。另外呢，李在明跟川普握手了，并且呢非常的这个慎重的给颁发最高级别的勋章，送给川普金王冠。你看到金王冠是权力的象征，金冠顶端的分叉还有鹿角形的造型，代表天与地的连结，也蕴含君主是世界中心的意义。这是来自于南韩传统、韩国传统的一个金皇冠。那川普当然笑得非常的开心。而另外呢，川普向韩国也寻求10.6兆的投资，这是换算成台币的金额那美金是3500亿元所以你看到韩美贸易谈判也存在了很多各种的症结以及后续的保障的问题。韩国人这个非常强悍，民族性可能比日本更加强悍。我们看到这个场合，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有很多人上街头，这是在南韩的街头我们拍到的画面，他们喊着不要川普，不要中国，他们要李在明做好这个顾好南韩利益的工作。李在明夹在2大强权之间，南韩人民完全不客气，也为李在明施加压力。来，请教赖老师。高市早苗这一次的表现是他的处女秀我觉得卑躬屈膝到我们真的是瞠目结舌的一个地步了我不晓得民进党怎么看高市早苗了但是假设这个是假设了，我们只是说一个假设，假设这是国民党，假设国民党执政，然后郑丽文然后请这个一个贵宾来到总统府吃饭，然后不吃台湾的猪肉，吃的是美国的那个猪肉，那个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然后不吃我们台湾人云林那边产的好米，或者是慈东那边慈上乡的那些好米，然后用的是美国的一个什么米那我不知道这个他会被民进党骂到什么程度。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对于日本农民的一个羞辱，是因为他是国宴
那国宴我们通常在国宴的时候都是会拿出我们国内最好的东西，然后也借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宣传，说我们的米是最好的，我们的猪肉牛肉是最好的，我们的果蔬是最好，我们的饮食文化是最好的。我想我们都希望这样做，结果高市早苗却让川普吃美国米，是，那这个就把日本的农民践踏在地上了。吃美国的牛肉，那就是把日本的和牛践踏在地上。我想李登辉如果还在的话，他不知道怎么看了。他好不容易养了几头和牛，对，在台湾对不对？他养的那这怎么看呢？是，这个暗示的什么？暗示的就是美国的农产品，美国的汽车工业要进入日本，而且没有关税。是，那这个对日本的农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也很危险的事情。对于自民党的未来的执政，很有可能会面临冲击。但是你今天摆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摆了一个姿态，你到最后不让美国的农产品、汽车进入日本的话，川普可能脸就变，那就整个美日的关系就变化了。你现在每天开开心心，他说：“哎呀，我们是好朋友，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我一定满足你的需要。”那我在想，你高市早苗怎么不跟他说：“哎，关税可不可以15%拿掉？”对啊，你应该在第一口就是说：“哎，川普总统，您讲的实在太好了，我感动。那我们的15%的关税是不是不要了？”是，你应该讲嘛，他不讲。你应该跟川普说，这5500亿是不是不要了？因为这5500亿是我们日本人辛苦的纳税钱，观众朋友是5500亿美元了。是，结果川普他现在因为想把阿拉斯加的油跟天然气卖到日本，然后这条这么长的油管，400亿美元的油管，谁来盖？日本人给钱，谁来用？美国人用，然后美国人赚2手啊。这条油管如果赚了钱，美国人抽走1大半以上，然后亏钱你日本的事，但是油气已经卖进日本了。好，美国要发展 AI， 可是大家都知道你美国绝对输中国大陆 AI， 为什么？因为你的电不够，大陆的电很充沛，所以所有的专家都告诉川普说你输定了，因为你的 AI 没有足够的电。结果您知道吗？他这一笔里面拿出一大笔钱，1000多亿哦，1000多亿美元，就是要盖核能电厂，给谁用？给 AI 企业用，然后由谁来做？日本跟美国的西屋核电厂他们来合作。那换言之，也就是说，钱日本出，工厂美国人一参与来盖，美国人赚2手，利润还是归美国。我觉得上权入国到这个地步，了不起，佩服高市早苗，佩服佩服。是不知道日本的国内舆论到底是怎么看的，好像有点过头了。来，丁哥，其实这次高市是极尽谄媚之能事。那除了，其实对日本人来讲，这个很难接受。我们自己是产米的地方，对，而且老实讲，日本米在国际上是远远超过美国米，很好吃啊。对，然后结果他居然去吃美国米。然后他更谄媚的是，他在赤松迎宾馆外面还特别弄了一台福特的 F150 Pickup。日本明明是汽车大国，对，就故意弄一台福特，就表示你看我们就是非常推崇美国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你看哦，表面上他是列一张图，列一张表给你，你看我5500亿全部都要投资你了，可是请注意，那是可能，那其实只是可能，真正现在已经确定会投资还不到1000亿。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方面捧，另外一方面用糊弄的方式，想把他这样糊弄过去。反正能拖一天就是一天嘛，慢慢来嘛。这个你5500亿也不可能一下拿出来嘛，我就看看后续情况怎么演变。但是川普你也十足的看见他的商人的性格，马上二战的时候，美军虽然打败日本，可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也伤亡好几10万人了。对，结果他居然说我们有一点小冲突。云淡风轻是，然后 Toyota 一说要去投资100亿美金，赶快去买 Toyota。你美国你不是要救你美国的汽车业吗？是啊，对啊，怎么现在叫人家去买 Toyota？所以你看川普其实也没在管这些，他要的就只是政绩拿出来，然后可以回去给美国人一个交代，其他根本不管这么多。所以他的性格是如此的鲜明，
所以你看李在明也是有样学样啊。你喜欢金色，我给你皇冠，我给你看所有东西都亮晶晶的，真的。对啊，就因为川普喜欢嘛。然后我相信李在明这边大概也是用同一招。3500亿没关系，没有问题，我一定会给你。但是可能20年、30年、50年不知道，随便，反正这个能拖就拖，能变就变。但是他们也都知道，川普一定要拿一些东西回去展示给美国人看。所以我相信他还是会给他一些东西，让他回去给美国人做一个交代。川普要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说真的啦，很多计划一执行，他任期只剩下3年，是对，那个很多都10年、8年、20年以上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他任内兑现呢？所以川普要的也只是一个噱头而已。那导致现在亚洲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很明显的崛起，它跟美国平起平坐，它在地缘政治上它是比美国接近这些国家的，那它的影响力当然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你怎么样在2国之间取得平衡？是，而且我必须说，未来恐怕越来越难取得平衡。因为2国一定都是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我怕你被对方抢走，所以我会要求的更多。所以你说南韩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对，也是很正常的。就是你习近平要来，我们当然要抗议，可是你川普来，我也不喜欢。是，最好你们2个都消失，就保持我南韩独立的这样。但是可能吗？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观察重点是，习近平可能会在场边会去见这个高市早苗，是。那川普会不会跑去见金正恩呢？金正恩来不来？对，金正恩应该是不能来啊。但是一直听说板门店那边现在有在，就是暂时不让人家去。对，好像在准备什么事。是，所以会不会川普要去？这个下一阶段应该来观察。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川普就很喜欢金正恩，搞不好又飞去，都很难讲。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南韩街头这个抗议的画面，我们的特派记者也在现场哦，的确跟日本比起来差很大。日本民众没有人上街抗议耶，哦，南韩这个哇，真的是民族性完全昭然若揭。来，请教将军。我觉得日本这个民族真的很奇怪哈，他是不是有这个我们讲有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哈，就是你被绑匪绑架之后，你会对这个加害者产生一个正向的情感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以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不要讲说2颗原子弹了，有2颗原子弹丢下去，造成日本这个民众多大的伤亡，那个痛恨到现在还在。那如果说川普只是讲说一个小冲突，用这种很轻描淡写、船过水无痕的话来讲啊，就日本老百姓居然就这样接受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民族实在是也蛮特殊？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你知道2次世界大战还有一场很惨的战役哈。这个美军有一个将军叫李梅，他就是东京大轰炸的指挥官哦。每天这个B-29轰炸机不停的对东京市区丢烧夷弹，那个烧夷弹这个每天上百架去轰炸，我们叫东京大轰炸，烧了东京很多都是木质的房子嘛，所以烧到什么程度呢？烧到连河水都烧开滚开了那老百姓实在是被火恐得受不了，就跳到河里面去。就没想到跳到河里面是煮熟了，你知道，因为那个水温都已经煮熟了。结果你知道战后这个日本的天皇居然给这个李梅将军颁发一个勋章颁发日本的勋章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如果说日本可以做当年日本天皇可以做这种事，那现在川普当然理所当然可以说2颗原子弹只是一个这种小摩擦。那人类来讲，这不管是日本或者是美国，甚至全体人类有没有汲取这种战争伤痕的血痛教训？我觉得这次川普去来讲的话，跟这个高市早苗刚刚谈的大概都是这个经贸方面，但是我认为军事、国防、国家安全上面也一定会谈到这相关的话题。我们刚刚讲美国为什么要给日本这个 F-35战机，还给他导弹，甚至除此之外他可能还会同意日本来讲生产所谓攻击型的武器。然后甚至将这个攻击型的武器出口给这个东亚地区的国家，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很特殊，它在这个位置，你看它跟北边的俄罗斯也打过仗，跟中国也曾经抗战这个8年跟这个韩国处的也非常不好，所以它非常有自己的危机感，它必须要靠美国来保护。在这种状况下，那高市早苗他应该会跟川普认为会一拍即合，因为川普就希望说是由日本来取代东亚地区的一个安全的责任，由他来担负起来。那美军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可以抽身所以我们看到美军现在在这个第2岛链，就是关岛、天宁岛，甚至于第3岛链珍珠港那边，已经加上这几个岛链的投资跟建设。
那是不是美国也认同将日本来讲的话，让它打造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让它恢复这个从自卫队恢复为军队哈，然后要求日本负担起这个防卫的东亚地区的一个这个防卫责任，因为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也已经答应要将国防预算提升到GDP 的2%以上，那我想说这两个在安全方面可能是这2个人会一拍即合。是我们在画面上有看到嘛？高市早苗带着川普去横须贺港的美军基地，那个时候川普对着这些美军说话，他说了什么？他说我喜欢争气的，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听听看。But I like steam.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steam. They spent $993 million on the catapults trying to get them to work. And they had steam, which works so beautifully, and it has for 50 years, right? So we're going to go back. Seriously. 好，你听到了川普他怎么说？他说这些航母上面的这些舰载机啊，干嘛用电磁弹射啊？蒸汽的比较好啊，所以未来要盖这些航母啊。你要用蒸汽弹射器，还有液压升降机，我不晓得这个原理在哪里，因为我不是军事专家，等一下请老师来告诉我们。不过呢，美军现在真的是多事之秋，连续2架舰载机在南海坠毁。这个尼米兹号它是一个很老的航母啊，预计返回美国本土，而且他在2026年就要退休的，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的现役任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中国大陆的网友就批评了，他说这个军机啊，美国军机在南海坠毁啊，是美国人知道他们自己的美军内部真的很烂，因为我刚刚说了，尼米兹号很老了，53年哦，那开到这里来，好像展示了一个武力，可是它的飞机却又掉了。到底这个飞安这个状况，或是美军的训练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在我们并不知道。而另外呢 ，F-35是川普答应给美国跟韩国的最新型的飞机，可是解放军这里呢也有航母的第5代机歼35上舰，在辽宁舰、山东舰哦，看起来都会是舰载机。而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张斌说哦，他就有说这个总设计师哦，就这个机型的总设计师最近受访的时候有透露哦，这款战机它的滑跃起飞跟弹射起飞是采双模式，2个都可以哦。那未来呢，这个美中在武力上面，在军事上面的较劲，当然哦，这个是越来越这个竞争激烈。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画面，这是刚刚落幕的长春航展，有人说，哎，怎么搞的？飞行结束之后呢，歼20的这个飞机上就有人员在旁边用纸巾去擦，这到底是在干嘛？哦，后来呢，我们看到央视有解释说，这个拿的不是纸巾，是无尘布，原因是中国隐形战斗机的涂层有了重大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重大的进展呢？哦，我们再看，包括美国哦，是不是看起来在对于南美的这个委内瑞拉的压力看起来更加的加深加大哦，包括又轰他的运毒船，东太平洋有14死哦，首见一天多次打击，包括他不断的说是要打击运毒船，可是谁知道，因为他没有公布详细的一些资讯。而美国战争部这个部长就说了，未来啊要参加拉美任务，这些军官你都要给我签保密协议。可是很多军人都说不对呀，你是在画蛇添足吗？军人本来就有保密的天职跟义务啊，所以你要人家签，特别是在拉美的行动上签，这很不寻常哦。里头是不是有鬼呢？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国家叫俄罗斯，他跳出来了，他说这样不对，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委内瑞拉？所以他跳出来签战略同盟哦。那你看到真 S 导弹还有苏30战机哦，都某种程度要来作为一个帮助委内瑞拉的一个武器。美国参议员就警告委内瑞拉的总统说：好啊，你逃去俄国啊，你逃去中国啊，整个西半球都变成我们美国人的。来请教厉正杰将军。我首先分析一下哈，这个航空母舰用电磁弹射跟蒸汽弹射差别在什么地方哈？那蒸汽弹射当然川普也讲，他讲的没错，我们已经用了50年都很可靠。可是蒸汽弹射因为它那个力道是固定的，所以说你只能弹大概就这个重量的战机哈。那当然你这个太轻的你可能就不能弹哦，像无人机现在未来作战讲究是无人机，无人机一定比较轻嘛。你那么大力道弹出去，会不会将无人机弹出去它就解体了哈？那到现在，那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蒸汽弹射电磁弹射的话，它弹性就比较大哈。它不管是飞机重像我们看到的
空警这个600甚至于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也可以上舰，轻的重的，因为它的力道我可以调整你那个弹射的力道。那第二个来讲的话，电池弹射战备会比较快我只要有充分的电量，我随时就可以将这个电池弹射飞机放飞出去。但是如果说蒸汽弹射的话，顾名思义，你要烧一锅开水，那这锅开水少说烧这个可能快的话也要4、5个钟头以上烧到那个温度到了以后，你才能够做弹射，而且这个水是要补充的。为什么要补充呢？因为这个是淡水，这不是海水，你不能海水拿来烧啊。所以你不说这个核子动力的航母，固然它的动力是这个无穷尽可以用25年以上，可是你还是要加淡水。所以说，为什么美国跟中国来讲，未来下一代的航母都用电池？因为它的功能比较高，它的战术比较快它的备战比较快。但是现在美国这个福特号航母它现在来讲的话，它每这个221次的这种弹射，它就会故障一次，比它理论上面要高出23倍所以是非常不可靠的。那而且它更糟糕的是，它整个是一个储能系统，4条弹射器是共用一个储能系统，只要有一个弹射器出问题，另外4条都不能弹射。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美国的福特号上面最多还是只能带 F-18，连最新式的 F-35也不能带。那它在2013年下水到2017年正式成军，到现在除了说上一次跑去中东去了短短1趟以外，他都没有正式担任战备任务。但最近他动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加勒比海去了。那会不会说这么大一艘航母只能去打加勒比海的这种运毒的船那真的是很浪费。那我们反观这个，但是他会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他用的是中压交流的这种弹射方式，所以故障比较高。但是相对中国用的是中压直流的方式那目前中国在这个电池弹射方面，它在路上曾经测试了，地面上面测试了，总共有2万次是没有故障的，所以是蛮可靠的。但是我特别要讲就算是川普，其实在2019年他第一任当总统的时候，他就要将这个改回所谓蒸汽弹射。可是我特别要讲，他就算要改也改不回来。改不回来？为什么改不回来？你知道？美国蒸汽弹射的那家工厂已经破产了，倒了。那为什么会破产？因为它后面那几艘，包括甘乃迪号、企业号，全部用电池弹射，所以那家公司已经没有订单了。对，它已经不做电池弹射，不做蒸汽弹射。所以蒸汽弹射这家公司叫巴布科特公司来讲，已经破产了。就算川普想要回到蒸汽弹射，我觉得可能花的钱会更多。是，川普到底为什么对蒸汽情有独钟？这个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我们请教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又开始说这个蒸汽弹射比电池弹射好是，那是因为美国的电池弹射弹不出它的隐身战机一直弹不出来。是，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2个系统他们的合作密度并不高，也就是说你 F-35的生产制造商跟这个电池弹射的生产制造商彼此之间没有非常紧密的协调合作，所以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各自做各自的那电池弹射做出来了，结果这个 F-35也好，特别是舰载机的 F-35做出来了以后，结果弹不出去。那弹不出去这问题就茲事体大了，因为这样的话，你花了这么多钱搞了一个电池弹射，结果却没有办法使用你的第5代战机。那福特舰到目前为止，它就不能够形成足够的战斗力。那对川普来讲，要怎么解决？没办法解决。因为其实这不只是说蒸汽弹射这家公司倒闭而已。蒸汽弹射这家公司倒闭，它影响的是什么？它影响的是过去所制造的那10艘，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维修了。所以我相信美国的国防部一定会把这家公司把它买下来，因为必须要维持它能够维修其他的航母，不然的话，它的航母还有20-30年的寿命怎么办？对，第一艘这个尼米兹号50年了嘛，所以它要退役了。这一次会调两架战机的这一艘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任务，一结束以后返港就要拆解了，所以这一艘没了。但是还有其他的9艘那还有其他9艘，他们的寿命有的还有20年的寿命呢。那你怎么可能说就再也因为
蒸汽弹射的故障率高，所以他一定要维持这家公司的存在，即使他宣布破产倒闭，但是还是会被买下来。是，那维持他们的维修能力。所以并不是说啊，这个今天的电磁弹射啊，它今天改装成为蒸汽弹射就能够不行，因为它整个设计理念不一样，它整个进水系统都不一样，电力系统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们要在20年前要从蒸汽弹射转变成为电磁弹射？是因为当时的电池的弹射的技术科学这个部分有突破。例如说我们看到电磁轨，电磁轨事实上西门子在这个部分里面就有突破了，所以在上海的那一条这个电磁列车，对，其实它就是同样原理。是，中国也就是因为这样具备有基本的同样原理，是，所以中国就学会了这个在航母上做植物电磁弹射。我个人是认为说，现在美国的困扰是电磁弹射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因为动力没问题，核动力供应它的电足够满足，没问题。但是未来该怎么办？是，电磁弹射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那你不可能回过头再去搞蒸汽弹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请教彬哥怎么看美国航母的问题？其实川普基本上就是个军盲啊，他之前就说他不喜欢单引擎飞机，所以 F-35要改成双引擎，就变成美国第6代。然后现在就说我不喜欢电磁弹射，我喜欢蒸汽。然后之后就要改，有这么简单吗？对呀，这个东西不能改，那就是重新设计了啦。是，你光是一台福特号搞了10几年呢，那等于说你假设你真的这个命令做下来，为后面接替他们，因为本来是一系列要去接替尼米兹级的，那全部改掉，你要重新设计。那一拖不知道拖多久，我看中二高兴死，真的你就继续这样干嘛？那至于说这个歼20这个涂层这个东西，其实假设真的是如他所说，是他只是用那种就无尘布去擦的话，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因为你要知道，过去美军的包括 F-22、F-35。他们那个只要飞一次一下来，那个麻烦死了。对，你要去补这些相关的漆啊，什么东西啊，那个非常麻烦，而且那个花费金额又非常贵。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是大幅降低整个后勤的需求，而且变成它的妥善率、战备率都提高很多。那至于说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美国到底想干什么？现在是全世界最关注。是，也就是你弄了这么大的一支军队在这里，然后花了这么多钱，每天花钱如流水，然后现在又要他们签保密协议，干嘛？你到底想干什么？真的很诡异，因为很奇怪，你现在你真的会去进攻委内瑞拉吗？看起来不太可能，因为如果你真的去进攻委内瑞拉，这个仗可能一打绝对不是10天半个月就会结束了，你可能会持续在那边鏖战下去。这个对川普来讲，这应该不是他的选项。那你现在又有议员出来恫吓说你最好赶快离开吧。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在做一个极限施压，只是故意做得很夸张。他到最后希望的还是马杜罗，你最好自己受不了，你自己跑掉，自己走。但是马杜罗不会跑的，因为他自己很清楚，他是全世界被美国暗杀最多的人之一，他怎么会不知道你美国在干什么？所以他再怎么样，他会扒在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极限施压对马杜罗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恐怕川普现在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赶快转移目标，对他自己会比较有利。你在这边持续停留下来，我觉得美军这样耗费下去，恐怕是一无所得。